来到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光，我是乡里 Sandra。TVBS 未来银行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现金回馈活动，是的，只要通过意志考验，就可以把高额的奖金变现带回家。那乡里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主题是生活健康常识随堂考。欢迎5位来宾。哇，很有架势。对，5位嘉宾，首先介绍第一位是身心医学院诊所的院长李敏珊。医师好，大家好，好美哟。他是念公卫的，对，公共卫生的。对，就是医学系毕业之后念公卫。那平常生活中健康有什么秘诀嘞？健康就是少吃，少吃。你看他已经瘦到不健康了。哇，没有，主要是就是挑淀粉类的少吃一些。来，接着叫毒物科专家谭敦慈，你好。大家好。资深的护理师，那有没有什么健康的秘诀？不要用一次性的餐具。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蛮多研究，我们的体内的塑化剂是欧美的7倍，所以我们要先改掉只用一次性的餐具。谢谢。来介绍沈世鹏、李欣这一对恩爱的夫妻。哎呀，演艺圈最相爱夫妻，也是知名的演员。2位有什么健康的秘诀啊？我健康的秘诀就是娶到一个好老婆。哎呀，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家就是大大小小那种关于健康方面啊，这些东西食物都是他在做的。因为我本身吃的不是很健康，你像我们在熬夜拍戏，常常就是3餐就不定时。便当还是便当，便当还是便当。对啊，对啊，李欣也是演员啊，你到时候怎么办呢？我其实尽量自己家里煮，包括对他在拍戏的时候，我也会给他准备便当，是比较健康一点，家庭少油少盐这样的。那如果有需要叫外卖的，外买那个 Uber 的，我从来没用过那个。我从来没用过，从来没用过，没有那个 APP 耶，其实。那真是健康夫妻了，真的是。对。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张佩龙，知名的营养师，是中山医的营养学系。对，好。冬天大家都会进补啊，但是进补如果补错了也不好。什么坏的胆固醇，对，都会累。补的大概就是什么姜母鸭、什么羊肉炉啊、麻油鸡啊，对。大家讲完口水都要流下来，真的很好吃哎，但一定会胖，对不对？通常因为冬天嘛，大家又想要囤积热量，所以就比较容易发胖，然后动的又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其实冬天的话，就是假如你有维持一些运动量，然后吃东西的部分，例如像刚才提到麻油鸡好了，那其实就是在吃的时候呢，可能你在炖的时候皮就先拔掉，就比较不会那么多油。对，然后姜多放一点，让身体发热。我还要自己炖哦，我还要自己炖，然后剥皮放姜，然后外面的话就变成油要捞掉了。我跟你讲，你别以为外面卖的鸡汤哦。你都觉得很好喝，然后一锅从3000涨到5000、7000，大有是比比皆是。而且那锅子还要拿回家。你知道他们做的过程当中，为了看起来很油亮亮的，他在做的时候还看几碗低油的来。另外再加哦。你听过吗？外面，所以其实自己煮真的是比较健康。你有没有听过这种？对。哎呀，没关系啊，多运动就好了啊。来，欢迎5位。欢迎5位喽。接下来介绍王牌营养师刘以礼营养师，欢迎我们的银行顾问。好，马上进行第1回合，斜率夺金。好，斜率夺金呢，请向你来讲规则。好，这个回合呢，要大家团队合作，把奖金堆高，每一题轮流当主答者。那可以讨论90秒的时间，要赶快取得共识哦，因为奖金每1秒都在流失。第1题是由李敏珊来主导了，第1题请出题。健康意识抬头，相关的店铺随之增加。请问下列何者近年展店迅速，密度甚至比便利商店高 ？A. 社区药局 B. 健身房 C. 健康餐盒。请作答。4A 1C。来，请开始讨论。因为我觉得我很多朋友是做药师的，所以他们开了好多药局哦，一个人开好几家，对，就是一直开，一个人都开20-30家这样子。对，而且我发现就是整条街上面就是走没几步就有药局。你应该说服那个不一样答案的人。对，讨论一下。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呐，药不是天天都要吃，但饭要天天吃啊。我觉得开健康餐盒比较有市场。但是你不都自己做吗？但因为我发现街上很多那种健康的便利
便利店、便利餐盒店越来越多了。谭医师呢？谭医师怎么看？我觉得是社区药局，因为我们家周围都是药局。啊，对，买药很方便。时间1分1秒的，你自己决定吧。那我们就选择了，我们的答案是 A 社区药局。选择的 A， 对或错？恭喜答对！大家想想看，全国的社区药局已经破1万家了，它的密度比便利商店还高，而且有些是全年无休，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接下来你们有7000多块了哈。第二题是由谭敦慈医师主导，请出题。你也是社恐一族吗？关于社交恐惧症的叙述，下列哪个正确 ？A. 内向的人才会社恐。B. 特征是容易脸红。C. 病因跟遗传无关。来，请作答。好，2 B 3 C， 请开始讨论，计时喽。你们为什么觉得是 C 呢？因为我是觉得那社恐人他就很容易内向，然后遇到人说话可能会不好意思、会害羞，所以脸会红。那你的答案应该是脸红啊 ，B 啊，所以我们这样有3票是脸红啦。没有佩蓉呢？那个我说不一定脸会红啊。但是我们一般遇到人会觉得脸红的时候，就是社交上的障碍啊。或是酒喝多了，就是心跳加快呢？我觉得跟遗传没有关系吧，就是自己个人跟个性的问题，对个性很多疾病很多跟遗传有关系。有些父母很那个外向，但自己的小孩可能也很内向啊，也是有这种。我有的时候聊天兴高采烈的时候也会脸红。那你可以听听心理医师啊，心理医师。我的答案是，因为钱的关系，我的答案是好。B 特别容易脸红，因为我们见到人会脸红。怕钱又流太走。对啊。可以，你为什么不听心理医师？你们都可以听听心理医师的看法。心理医师。然后因为其实精神科的疾病很多都跟遗传有关系，基本上对，很多人像是自闭啊、过动啊、忧郁啊，其实都跟遗传有关系。体质嘛，就是对，然后会发病是因为就是环境加上体质一起的。对，来对我说。答对。其实社恐呢，每一个人发作的时候不一样，但是你看他一直开始流汗，然后脸部开始涨红，你就知道说，他好像有一点紧张，这种焦虑其实就是社恐一个很大的特征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脑部结构异常，然后还有遗传也非常关系，还有后天的心理阴影也是会造成这样的情形。接下来第3题由沈世鹏来主导，你们只是讨论，最后下意见还是你了。来，请出题。增肌最需要补充蛋白质，但你吃对了吗？请问下列何者等同1颗鸡蛋的蛋白质含量 ？A. 2只白虾 ，B. 3汤匙毛豆 ，C. 4个鹅啊。请作答。哇，4 B 1 C， 只有一个是 C 的，那来，请开始讨论。因为像我平常健身完之后呢，那教练就说你去多喝个豆浆，然后会补充你的蛋白质，所以。这3个答案里面，就是毛豆是符合那个豆类的嘛，所以我觉得它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问一下营养师啊，3个都有蛋白质，3个都有蛋白质，只是说一颗鸡蛋的蛋白质是7克，所以我们一般是说这个是1份的分量这样子。那我记得白虾是4只，然后毛豆跟我觉得鹅啊也差不多。哇，是锌比较是补锌吧？有道理，有道理。补锌也有蛋白质，对。我觉得我们人4个人答案跟营养师都不同。来，我选的答案是 B。好，你讲完才会停了，7580。哇，这个题目还蛮奇怪，4个对营养师对干。营养师，我听听你的，但我还是要选 B。因为那营养师不是最懂营养的吗？结果他的答案是跟他。我平常我们在健身真的是多喝豆浆，吃豆制品的。毛豆是很健康的。对啊，应该是这个答案。哎，对我说。哇，恭喜答对。重点是那个毛豆很健康。毛豆很健康，在数量上面，我们请顾问。
对，其实这一题的话呢，前面想说它是皂基嘛，对不对？那其实皂基的话，动物性蛋白质跟植物性蛋白质都可以。所以你看我们的答案里面，就是有动物性也有植物性，但后面才是重点，就是说它要换算成1颗蛋的蛋白质量。那1颗蛋的话，大概7克的这个蛋白质嘛，那它等于大概就是4只的白虾左右。然后呢，大概毛豆的话是3汤匙。那鹅啊的话，大概会到8颗。对，所以可能佩蓉太紧张了，要不然这个其实应该是我们在喂教的时候都会跟病人讲的。4个鹅啊就等于半颗蛋而已。对，等于是半颗蛋而已。那为什么会用蛋来换算？其实大家会觉得为什么用鸡蛋？因为鸡蛋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蛋白质里面我们讲分数最高的，就是说给病人吃的话，1颗蛋其实就是7克，然后小小1颗，便宜，然后又营养价值很高。取得也容易。那因为前阵子不是那个缺蛋嘛，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出来喂教说，缺蛋的话，你其实也可以从一些其他来取代嘛。那比如说就是4只白虾啦，或者是毛豆类要吃到多少这样子，所以可以用一个换算的概念。这题也太难了吧？这题有一点难，对。这题呢也是有奖金，21840了。接下来由李欣来主导，来请出题。爱咬冰块可能是身体警讯，请问什么样的患者有爱咬冰块的癖好 ？A. 高血压 B. 缺铁性贫血 C. 慢性疲劳。请作答。好，4B 以 C。来，请说服大家，李欣。我是用排除法的，觉得 B 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我想听听我旁边的沈世鹏先生为什么选的跟大家不一样呢？就我一个人选 C 啊？对，没有，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吧。他可能就最近可能太劳累，想找一些事情来做一做，舒缓一下，分散一下注意力。不要影响我。答案是 B。8678。哇！选缺铁性的贫血，对或错？对啊，因为他是男生嘛，缺血都嘛女生。因为你只是累的时候想要提神，就冰一下。沈世鹏不会缺血啊？不会。对呀。如果你有缺铁性贫血呢，你就会虚弱疲倦，然后你会很燥，然后脸色会苍白。那为什么咬冰块？因为咬冰块的时候可以舒缓这种口干舌燥嘛，所以就觉得含个冰块吧，然后真的这样摇一摇，顺便提神一下。但主要是来自于你缺铁。接下来有营养师啦，是佩蓉。来，请出题。猫咪吃东西的样子很可爱，但猫咪的舌头其实吃不出以下哪一种味道 ？A. 甜味 B. 酸味 C. 苦味。请作答。一样答案哦，2A 1B 2C。营养师，请开始主导。想问一下李医师，因为我本身没有养猫，我真的是猜的。其实我没有养猫，但我觉得有人有养猫啊？不会，它一副就不会吃苦的样子。不会吃苦的吗？会把自己过得很好。道理哦，这个是我看到那个兽医他们讲的，就是他不喜欢，他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甜味，这是因为兽医他们有提过这样。所以有兽医背书哦。对，那我就直接选 A 了。按下去，选择 A 啊。我的答案是 A。对或错？哇，恭喜答对！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味蕾分布的部分哦，其实它只有舌尖跟两侧还有后端有这个味蕾，那边缘呢就感受到酸味，那舌根呢感受到苦味，那舌尖感受到咸味，那照来说甜味是中间这边整片的味蕾，它这边其实没有味蕾，所以它感受不到甜味。进行第2轮了，李敏珊，第6题，请出题。依照全球数据统计，致死率最高的癌症为下列何种 ？A. 肝癌 B. 肺癌 C. 胃癌。请作答。哦，全部 B。那因为最近汪建民的事情嘛，计时开始。对，因为我记得数据统计是肺癌是前面，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好，我们的答案是 B 肺癌。是啊，
以前肺癌不见得哦。以前我们国病是肝癌嘛。肝癌嘛。最早很多年前是肝癌。打疫苗。对，那有但 B 肝跟 C 肝都可以治愈。对，那有一阵子是胃癌也领导，后来是大肠癌。哦。大肠癌那时候艺人都是那些中标，所以变成一个话题。那最近肺癌，你看很多人有肺腺癌，对不对？因为空污的问题呀，而且不见得抽烟才有。这个是致死率。致死率。对，那其实现在第1名的其实还是大肠癌，但是致死率是肺癌，因为它死亡率高。他说死亡率大肠癌还是最多，但是会致死。可致死率最高的话，他如果拿来跟胰脏癌比是没得比啊。对，胰脏癌当然癌王嘛。对，但是我们国人的那个胰脏癌没有肺癌那么多，比例上就是10大癌症的话，那女生好像比男生容易的，对不对？基因的关系。然后最近那个台大陈进兴教授也提到，有一个女生用这个化妆品，然后就是可能有一些10年的风险。所以少化妆。好，他选择的是肺癌，对或错？真的是恭喜答对！我们这题请我们的顾问。其实肺癌的致死率确实在统计上面是最高的。那我这边提出几个就是防范的方法，就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说，真的就是瘾君子还是建议就是早一点戒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就是戒烟就不晚就对了，早一点戒。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有一些防护措施要做好，比如刚刚提到的早期流行病学的妇女，你会容易有肺癌是因为煮东西，然后尽量就是抽油烟机要开着，但是你煮完之后，建议还是再开一下，不要马上就关起来。这个是一个方法。然后另外，如果你住在就是有一些什么石棉或是什么粉尘的附近，那个比较容易得到就是肺癌的这个几率会增加。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早点筛检。刚刚我们的行长提到那个筛检的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低剂量的电脑断层，那确实你有一些抽烟的病史，或是你有家族史，你可以去看一下，可能有做辅助，可以去做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然后最后提醒就是说，其实如果发现有一点不对劲，其实还是建议早点就医。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咳嗽咳很久啦，体重莫名的掉下来啊，这些其实都还是建议要早一点就医。好，现在奖金是48287，接下来由谭敦慈来主导，请出题。自律神经失调会影响多种生理机能，请问下列何者为常见的症状之一 ？A. 嗜睡 B. 情绪高亢 C. 心悸。请作答。请开始讨论。我觉得专家在这里，他选C，我们就决定选C。佩蓉有影响吗？好。您呢？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要把握时间。沈世宏是来混的，不用再接。我的答案是 C。要不解说一下谭？因为那个医师在这嘛，这是精神科医师嘛，他对于自律神经失调一定是非常清楚。因为来看你的，他几乎说是我睡不着。对，还有一个就是心悸，他会觉得很紧张，然后会盗汗啊，心悸喘不过气。这个我们大概10个病人有8个是这样。那很嗨没有吗？很嗨没有，这是低落对不对？比较多是因为这样子很烦，他很烦躁，很容易生气。嗜睡不会，通常是睡不太着，因为心悸跳太快。对，焦虑感太兴奋。那我问你，为什么很多人喝酒喝到这样子还可以睡？喝酒心跳会很快，可是有人喝完就很好睡。可是酒精就是一种镇定剂啊，它跟我们的那个镇定剂接触的地方是一样的。可是我每次喝酒，我是绝对不能睡，因为心跳很快啊。你会先心跳很快，然后就会放松，就会睡着了。没有，我要等酒，我要一直等酒醒才会安心啊。所以你就没有喝酒的命啊。可是我就看到很多人喝着喝着就是我啊，喝酒多快乐啊，喝完就睡觉。那这种人他心不会跳吗？喝着我心会一直在跳，但是不会特别快。那为什么能睡？就是蛮放松的啊。酒精其实应该是一个镇定剂。大家也要小心酒精成瘾的问题哦。不是喝酒也会有麻痹。就是喝再多酒也睡不着了。会啊，到一个量之后。我那朋友喝的本来是半瓶可以睡的，变1瓶，后来就2瓶也睡不着了。那就是小心成瘾对，要赶快去看需要越多的量的话，就表示说你可能有成瘾的状况。成瘾了嘛，就选择 C 心悸，对我错。答对了，
就是心悸。至于神经失调有什么？失眠、晕眩哦，晕眩也很重要，然后没有办法集中，然后焦虑，然后因为你焦虑，你整个呼吸这边会有点喘不过气来，那心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的，来，奖金是57,469，一直对哎。他没有错，你不要再出这种医学题目好不好？对啊，出点别的题目吧。来个锵的有没有？不行，对啊，沈世鹏来，哎呀，交给他就放心了。来，请出题。在正确的时机冰白饭可以维持口感，请问煮太多的白饭应该要怎么保存才能保持 Q 弹 ？A. 刚煮好就冷冻 ；B. 放凉了再冷藏 ；C. 冷冻后再冷藏。你做的。他主导者又跟大家不一样。对，3A1B1C。他根本来混的。而且他没在煮饭吧？志鹏哥。哎，我家的白米饭都有在煮。好，那你就 hold 大这题，你就按 C。但是还是要讨论一下啦。你有没有煮饭吗？有啊，当然有。讨论一下，计时开始，计时开始，快点。我告诉你是 A。那你觉得为什么是 A？ 因为这个是日本做的研究，煮完饭冷冻，然后再去下次拿出来蒸的时候，就马上是口感是跟刚煮好的是一样。刚煮好就冷冻，那是热的。对。不要放凉了，放凉了的话，低于65度 C 就开始长菌，7到60度是危险温度。志鹏哥，你煮答案，我先煮答案。日本研究，快，没有错。我们答案是 A。好，那你来干嘛？真的，他来被说服。你2次主导也听别人的，你不是你主导也按别人，那太好玩了吧？我上次主导我是听自己的啊。哦，对，没有，因为我平常煮饭的时候，我会放凉之后再冷藏或冷冻。不行，这样会长菌。会长菌，会长仙人掌杆菌。细菌的危险温度是7到60度。选择的是 A， 对或错？恭喜答对，非常简单。你放冷冻的话呢，就能瞬间低温锁水，水分就不会流失，就不会干干的啊。你下次要吃的话呢，你再把它拿起来，哎，再放进电锅煮一下，它就很美味喽。那你为什么不能煮好就一直常温那边温度保温呢？因为你放在常温的时候，水分还是会流失，所以你一出来，你把你要的之后先舀起来，其他的赶快冻起来，水分就不会流失。一般我们饭煮好就是煮好嘛，要吃就去，它打开还是热的啊。对，有必要这样的放冰箱？其实你开关，它达不到65度，那就很容易长仙人掌杆菌。所以仙人掌杆菌，对，所以你饭没吃完要盛起来放在冷冻。是哦，对，那杆菌会拉肚子吗？还是怎样？它一直放在那个饭锅里面一直在加热啊，所以水分就会一直流失，对，就比较会越来越干。奖金是66090啊，好高哦。李欣，请出题。想补充膳食纤维，吃水果也有用。请问下列哪种水果所含有的膳食纤维比较高 ？A. 百香果 B. 奇异果 C. 红火龙果。请作答。来，请开始计时讨论。A、B、C 都有哦。我又不一样啊。那我想问一问那个谭医师，为什么是 A？因为呢，这个有籽的东西呢就会纤维高。那你吃那个百香果，它的籽很多嘛，那它当然就是纤维高。这个是我从营养师身上学来的，就是那种口感比较粗的籽，对，就是籽多，它的籽是软的，它的籽是硬的。哎，你没问我，你不需要。你想答案？我的答案是 A 百香果。百香果，百香果对或错？答对了，这一题请我们营养师专业的顾问。好，这一题其实有一点难，但是我们可以从口感来判断。如果水果需要咬很久的，那大致上来讲纤维都会比较高，所以确实像吃百香果，它会需要咀嚼很久这样子。那我有帮大家查了，同样重量下这3种水果的膳食纤维的量啊。那我们通常像百香果有达到5.3克，只要3克以上，我们都称为高纤。好，那我们的奇异果也非常棒，大概2.7克。好，那另外就是说红色火龙果稍微低一点，
1.3克。可是呢，虽然它稍微低一点，可是它有个好处就是说，有些老人家他可能没办法咀嚼那么久，那他可以慢慢的补充膳食纤维，他可以选择比较软一点的水果，所以红色火龙果对老人家就很有帮忙。那如果年轻人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就是高纤可以咀嚼多一点的这一种百香果，那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对，那白的火龙果跟红火龙果哪个比较膳食纤维比较高？坦白讲，是白的。就是多一点点哦，对对对，好啊，奖金74900已经破纪录了，每一题都对，你们破纪录了，因为我们以前最高是71000嘛，对，好可怕哦，接下来还要继续对嘞，还有一题再出这种题目就送分了，哈，对，来，我们营养师主导了，来，请出题。台湾近视人口多，雷射手术近年越来越夯，请问近视雷射手术前需要注意哪件事？A. 不能吃辛辣食物 B. 术前几天不能戴隐形眼镜 C. 不能独自前往。请作答。好，4B 以 C， 大家都选 B， 全部选 B 啊？请问那个督导者来，请开始计时。我选 C 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有去雷射过，然后他有强调一定要有人陪你去，所以就是不能独自前往，因为你做完的时候眼睛会很雾。然后看东西散瞳，对，眼睛就是有迷雾感，然后你就会看不太清楚，所以他觉得要有人陪你回去才会比较安全啊，这样子，对。那你们不能戴眼镜，是因为怕那个隐形眼镜磨掉那个，对，就是你戴在眼球上，那你角膜会变形。对，这是我们终于有一题可以听沈世峰好好讲一下。就是怕你那个手术之前你会戴眼镜，会可能不小心伤害到那个表面。对，不能戴隐形，因为我原本也没在戴。对。啊，可是我有做过哎。你是主答。好。选择什么？我的答案是 B。按。跟大家一样好了。术前前几天不能戴眼镜，对或错？正确答案，好险！这题全部对耶。其实你要做手术的时候，等于让他休息一下，不要去伤害到你的角膜，最完整的状态上去动手术。那至于饮食呢，没有特别规定啦。那不能独自前往，应该是说有人陪当然很好，但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没有开车骑车的话，你坐上计程车还 OK。好。82378，好高哇！因为零头很难算，我们就算8万好了。哎，没有啦，83000了。好了，还是记一下整数哦，很高哎。83000，接下来的单元你们5个要竞争，只有1个人可以取得83000的挑战权，进行下一回合，唯我独拿。唯我独拿，来，请讲解规则。这回合呢，听题目抢答，答对的话，1题可以累积半张卡；答对2题，累积1张卡就可以得到这个淘汰卡，选择淘汰哪一个队友，最后留下的那一位才能晋级第3回合挑战。答错1题倒扣1个，答错2题你也不用拿卡了，直接就坐在那边休息。对，因为有人会抢快，想说都按几率大，但不行。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拼命按嘛？对，但是这个人只要2次犯错就下去了。没错。来，请出题。想塑身的人最重视基础代谢率会随着年纪增加而降低还是上升呢？沈世峰，随着年龄增加，当然很多功能都会降低嘛。好，就是降低，对或错？哎呦，恭喜答对，没错。终于扬眉吐气。对，还想要解说一番。好，基础代谢呢，当然就是我们人在休息的状态下，基本上我们呼吸，还有一些新陈代谢热量，就不动的时候都会消耗的。那年纪大的时候呢，这个会降低。对啊，你看囡仔人现在行的老光那样。对啊。小朋友怎么吃都不会胖嘛，就代谢力高啊。所以当然你到一个年龄，如果你要维持代谢力，就是运动了。就必须靠运动。当然流汗的代谢力才会高。来，有半张卡了。是的。来，接下来一题，请出题。许多民众为了保养眼睛，会摄取含花青素的食物。请问花青素含量较高的是蓝莓还是覆盆？你意思？蓝莓。蓝莓对或错？
答对了，他直接不听第二个答案，第二个答案是覆盆莓，所以是蓝莓一定比覆盆莓高，对吗？因为蓝莓其实基本上我们很多保健食品都会含有蓝莓的萃取，就是花青素之王。对，你听到就选了。那覆盆莓也有啦，也有，只是没有那么高，大概100公克的蓝莓含量有406毫克的花青素，很高。那覆盆莓也有，但是只有390毫克。对，好，也是有半张卡啦。下面一题，请出题。人与人的连结一词曾经全台流行，请问当时台湾笼罩在什么疾病的阴影下？新冠啊，新冠，对或错？人与人的连结，那时候就是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他说，不好意思讲说他们有发生一些什么关系，他说什么海军出去或者是什么，对，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些人与人的连结。现在3位都有半张卡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头皮屑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头皮疾病，请问其有较高的比率发生于男性？李欣，你不知道答案，你要讲什么？男性，对或错？恭喜答对，为什么呢？男性荷尔蒙是主要的影响哦，那男生发生的比率因为荷尔蒙的影响会高于女性，而且不同年龄层其实都会受到头皮屑的影响。可是为什么广告拍的都是女生在掉头皮屑？不会，哪有男生的也有啊，比例比女性要高啊，因为女生感觉蛮尴尬的，他就会拍说一个男生本来想跟你搭讪，然后看到就整个他是因为要卖洗发精，洗发精不是用男生作为伴，一定是女生有洗发精，头皮屑丢得很丢脸，然后头发洗完之后光溜溜的那样，很有油性。对，大家都来跟我搭讪这样，是这样子行销手法。4个人都有半张卡了，哇！也就最安全的是我们营养师啊。营养师其实你很安全，因为就没有人觉得对，没有人搞你。来，请出题。鱼油对身体好处多多。请问保护脑部和眼睛的鱼油成分为 DHA 还是 EPA？ 第一是 EPA， 对或错？错，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DHA。EPA 呢是保护心血管，那 DHA 是保护脑部跟眼睛，所以是不一样的保护区域。所以你半张卡消失了。对，归零。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英国研究发现，观看某类型的影片90分钟，可以消耗高达110到180卡路里。请问是恐怖片还是动作片？李欣，恐怖片，对或错？恭喜答对，恐怖片就是肾上腺素啊，是激发，让它会消耗卡路里咯。那娱乐片的话，其实有时候很放松，是看爽的。刚刚讲动作片是看爽的。哪一种动作片？爱情动作片吗？好啦，不太一样的动作片拳打的动作片。对。恭喜获得今天第1张淘汰卡，该不会要淘汰老公吧？你问李欣，你想淘汰是？我想淘汰的是整饰棚。来，你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谭医师，把最强的对手淘汰下去。聪明你看我们比赛是不是很矛盾？对，第一题是靠他在拉奖金，真的，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啊？因为他呢救了10题里面救了8题，对啊，奖金堆到这样时，他的功劳80%以上。你们舍得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卑鄙的女人。要得到的是成就感，跟我不一样。这个就显现在过去的历史上，有没有？功高震主啊！对，你得天下之后，一定是诸功臣嘛。现在修理你，对不对？历史一直都是如此的。哎呀，对不对？刘邦也好，谁都一样，这是策略了。大概不会世鹏哥留到最后吧？因为他今天就比较没有付出。你看哪一次我们不是最笨的留到最后面？怎么最笨的呢？对，因为就没有杀伤力。我下个淘汰的就是他了。你不一定呢，现在人家被淘汰掉，现在人家说不定我先把你淘汰嘞。哎呦，现在看上去只有沈世鹏有半张卡嘞，你们都没有卡了，你用完了吗？是吧？来，接下来一题，请出题。中国古代4大名医是李时珍、张仲景、扁鹊，还有谁？华佗，对或错？对。哎呦！哇塞，太厉害了吧！淘汰卡先给您。
哇塞，居然他知道我要这一题耶淘汰的是李欣。没有，就最后再来哈。对，来，请问你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不好意思，李医师。聪明的又被淘汰了。对，这两个休息一下，一个是8成，一个2成，10成通通淘汰了。对，原来8万多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啊，是啊。对，因为2万多的时候，大家都还蛮好声好气的。真的，先灭掉最恐怖的嘛。对耶。但常常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哎，人性啊，真是。现在3个人都归零了，很公平的。好，来，请出题。单看体重或是 BMI 值未必能定义肥胖，而是要看肌肉量还是体脂肪。哎呦，营养师，体脂肪。体脂肪对或错？答对了。体脂肪呢，就是你的体重里面多少比率是脂肪，那脂肪不就是肥胖吗？所以评估肥胖就是要看你的体脂。来，有半张卡喽。你们两夫妇，没有，后来居上，加油。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吃豆腐超营养，请问热量较低的是板豆腐还是？板豆腐还是嫩豆腐？一定不是板豆腐。嫩豆腐对或错？真的是嫩豆腐没有念出来，你都选对。他说选板豆腐也不稀奇，他都没有听到另外一个豆腐。因为他常去买菜，都只买嫩豆腐或是板豆腐，只有2种。板豆腐是相对豆腐里面热量最高的，所以一定不是板豆腐。它比较扎实一点。所以你都买嫩豆腐？我都买嫩豆腐，板豆腐也买啊，我才没有在乎这个呢。热量是的，因为豆腐都需要凝固这个过程。那大家想想看，嫩豆腐里面的水分比较多，水分比较多，当然热量就比较低啦。对。但是百叶豆腐就不是豆腐了，它不是，对不对？那是加工豆腐啊。你有半张卡了哇！那下面一题，请出题。烟害防治法原本限制未满18岁不得吸烟，新法提高禁烟年龄至几岁呢？几岁？听一下，16岁吧。变16岁就可以抽烟了。不，你说哦，应该提高啊。好，但是他已经打16了，他已经16了，不能改了，因为他抢。来，对或错？是错的，因为是提高，所以以前是18岁才能抽烟，现在是20岁才能抽烟。对，那美国更禁令，美国喝酒那个更严格。美国是21岁才能喝酒，哎。对呀。怎么可能啊？我不几岁就在喝了。就会借大叔的身份证去买。没有，是会请学长姐给他多少钱，他去帮我们买。我的意思说，美国对这个方面是很严格啦。对，法律严格。20岁正常啊。是。来，都评还是营养师有半张卡。好，来，请出题。秋冬最适合吃当归补身体，请问当归入药的部位是果实？你说根哦，根对或错？根部的根。答对了，当归呢是伞形科的植物，那它的根啊，补血活血，有各式各样功能，是个好东西。对。我的半张卡终于回来了。可是我都要请教谭老师，当归也不是每个人可以补吧？是，如果你要手术的话，之前就不要吃这些。因为活血，对，血流不止，像阿司匹林一样。对。牛油也不要。对，鱼油这些都大蒜精这些都不能在开刀前吃。你看最强的都坐在底下。对呀。但经痛可以吃当归。其实经痛还是寻求医师的这个协助比较好，对，不要任意吃。你血流会更多吧？因为它可以调经啊，镇痛啊。有半张卡了。好，下面一题，请出题。台湾地区贫血人口相当普遍，请问最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还是地中海型贫血？张佩蓉，缺铁性贫血，对或错？答对了。那缺铁性贫血呢，是因为你如果月经流太多啊，或是你胃部有动过手术，或是你癌症，可能都有这一些的贫血的状况。你有1张卡了，获得啊！夫妻档该怎么选择？张佩蓉，他们是一对夫妻的。我要猜上，你的这个不用想的吧？那你的决定是？我要淘汰的是吕欣。你能想对了？
强的半张卡。不是，这正常，因为你有半张卡啊。他不淘汰你，你半张卡留着，他没半张卡。而且你老公又那么笨，他当然挑他。哎，但还是留到这么后面，你看。但你觉得世鹏哥是装的吗？装的。世鹏绝对是装的。这两个到底谁会冠军呢？我问，83000哦，很高哎。好，继续。来，请出题。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纂一部《医药百科全书》，请问这本书的书名是？ 本草纲目，对或错？恭喜答对，这不用解释吧？就是《本草纲目》啊。对啊，它很好记啊，有一首歌都写它。李西江，我记得是这首哎，我记得是周杰伦的。不是啊，李西江李时珍嘛。我西山，所以很好记啊。对。好。哦，他会赢了，他会赢哦。会吗？不一定哦。来，按起来。好。下面一题，请出题。体内血糖一直偏高吗？请问糖尿病患者需要施打什么来抑制？胰岛素。胰岛素，对或错？就是胰岛素，要施打胰岛素让你的血糖稳定。好，精彩了。一个胰岛素，一个是那个李时珍。对。好，接下来看谁会淘汰谁了，最后一题了，请出题。医学上认定容易受蚊子叮咬的人，是因为体温较高还是酸性？你说。体温较高。答案是对或错？体温较高，对或错？对。恭喜你获胜。对了，体温较高，很多人以为是酸性体质，事实上是体温较高的影响。像孕妇啊、小孩子啊，体温较高，他们比较容易被咬。对。恭喜张佩蓉获胜，成为今天的冠军。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看向这一方。对耶，点讲长蛙公啊。对，前面都是前面强敌环视，李欣也很强势，加上谭老师更不用讲了，加上李医生，哇，那更不要讲。淘汰掉。我很强势啊，我站到现在。所以你为什么知道主头会赢？大家签到最后都是很意外的。先让他们先走过一遍。83000哈，高。张佩蓉，恭喜你可以挑战权，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我们营养师83000，来谢谢张佩蓉，谢谢。这是有史以来奖金最高，但是要拿走为算哦。啊，来请插卡，金库请打开，里面有83000的现金是你的，但是必须先通过2道密码的考验，请出示2道密码。这次呢，2个密码都是总笔画44画，一个是绝食减肥，一个是东坡肉大餐，一个是绝食，一个是吃东坡肉。哇，好极端哦！绝食减肥啊，舍本逐末啊，有害健康啊。对啊，对。我选哦，马上选啦！直接选了，要想一下。东坡肉大餐这样就是食指大动啊，大块朵颐啊，脑满肠肥啊，堆叠脂肪啊。你会选哪一个？对，44画蛮中等的。应该选东坡肉大餐吧？确定？确定。来，请锁定83000哦。他们都不想说绝食减肥到底是哪4个字的成语？来，请看。弯肉补仓什么意思啊？弯肉补仓就是说你长疮的肉会挖掉嘛，那没有肉了啊。然后我去挖另外的地方来补它，就是不是办法就对了啦，对啊，不是好方法。挖东墙补西墙这种方法减肥是不健康的。哇，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哎，这个真的写不出来，谁会知道那个弯是这样写？好险，好险。对，计时是1分钟哦。东坡肉大餐挑战83000，请出题。高粱后味，高粱后味听都没听过，计时开始。重咸的那种感觉。高粱，我想这个会不会很白痴？高粱酒，高粱酒。看你想1、2、3、4、6、后味，
话。喂。停，高粱。是一个喝酒的警语是吧？高粱后面胃就痛了。他等下写位置的位置。来密码10110909。听都没听过吧？对或错？错。等一下哦，你还有10秒可以解决哦。想想看。10秒想想看哪个字是错的。应该。应该错很多。应该有对一个啦。是吗？来，你对一个。请计时，10秒开始。停。密码12110909。对或错？对啊。有往正确的方向走了。再给你我不算时间，改一个字哦。来，计时开始。笔画。停。好了，时间也用完了。密码12180909。对或错？一定是错的嘛？这个本身就很难。来，我们请看正确答案。对。哦，高对了，高粱。对，就高粱就是很油腻的东西，然后味又很重的那个概念，所以才会说就东坡肉大餐是这样来的。谢谢，跟他说拜拜，拜拜83000再见了。果真哦，谢谢。83000不好拿，好难哦。对。哇。2个成语都很难，太难了啦！无非是因为奖金太高了。对，要守住啊，银行我们是好。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了，谢谢大家。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